这个诡异的哨子只要被吹响，听见的人就会被自己命中注定的死法提前带走。本该30岁死于酒驾车祸的少年，死亡直接把那场公路撞击搬进了他18岁的卧室。本该在45岁死于煤气燃烧事故的男孩，哨声响后，死亡把那场火直接搬进了浴室。而听见这声哨响的远不止他们2个。这一切要从一场篮球比赛开始。体育馆里，篮球比赛正在进行。钢铁狼队的主力梅森投进关键一球，他兴奋地转向观众席欢呼，却注意到橙色烟雾在人群里炸开，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片狂热里，只有梅森站在原地动也没动。因为烟雾散开的地方有一道轮廓，不属于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但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他扇了自己一巴掌，告诉自己是累坏了，是兴奋过头了，是幻觉。他重新投入比赛，接到球起跳，在最后几秒投出那一球，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就在这时，烟雾里再走出一个人影，径直朝他扑来，球稳稳穿过篮筐，体育馆炸了，队友们冲上来把他团团围住。但梅森已经独自转身，一路跑进了更衣室。正要打开储物柜，他停住了，全身的汗毛在同一秒竖起来，不是因为冷，是因为那种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他拉开柜门，那个罐子就在里面，通体漆黑，刻满骷髅和古文，沉甸甸的。梅森抄起哑铃，准备将其砸碎。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梅森苦苦哀求，说还没到10号，让他离开。但脚步声没有停。梅森不再犹豫，举起哑铃，把那个罐子砸了个粉碎。脚步声戛然而止。梅森屏住呼吸，走出去查看，空无一人。队友们嬉笑着冲了进来，问他跑哪儿去了。梅森说没事，也松了口气。浴室里热水哗哗地流。梅森以为那件事结束了，以为砸碎了罐子就砸碎了今晚所有不对劲的东西。然后他低下头，脚下有什么东西正在漫过来。他慢慢地转过身，一个人形的东西就站在他面前，通体被烈火灼裂，表面焦黑，橙红色的火光从皮肤的裂缝里透出来，像一块从内部燃烧的炭。那张脸是梅森从未见过的面孔，却又像是某种镜子。还没等他反应，那双焦黑的手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手指强行撬开他的嘴，往里伸去，然后火从他身上燃起来了。热水还在哗哗地流，但淋浴间里是火。一个17岁的少年在喷着水的密闭空间里被活活烧死了。没有人能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调查人员在报告里写下了4个字：煤气泄漏。没有人追问这个答案是否真实。几天之后，佩林顿高中迎来了一位新的转校生，他叫克里斯，是从芝加哥来的，来投奔在这里生活的表哥雷尔。他的行李不多，几箱黑胶唱片，一件磨了边的皮夹克，还有那种从骨子里散出来的经过太多事情之后才会有的沉默。雷尔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性格和克里斯完全相反，话多走路带风，见谁都能扯上半个小时。他帮克里斯腾出了一间房，热情地告诉他这里比芝加哥好，说人更少，麻烦也更少，说他在钢铁厂兼职赚的钱够用。克里斯只是应了一声。佩林顿高中的第一天是从一个储物柜开始的，学校按号码分配储物柜。克里斯看见自己的储物柜上刻着马儿，那是梅森的，一个几年前刚死在这所学校里的孩子。他用过的储物柜就这样被分给了下一个人。这时梅森的队友迪克走来，阻止克里斯用这个储物柜。克里斯解释是这学校分配的，队友没有退让，转头骂起了学校，说人都没死几天，柜子就转手给了别人，这学校对死者毫无尊重。就在这时，格雷斯走了过来，气氛的稍微松动了一下。雷尔立刻挺直了背，扯开嗓子夸了格雷斯一句，说他今天头发好看。格雷斯笑着道谢，顺势把目光转向克里斯，问雷尔这是谁。雷尔还没介绍完，迪克就已经抢先开口，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关于克里斯的传言一条一条的念出来。刚从戒毒所出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旁边一个女生皱起眉头，让他闭嘴，那是艾丽。但迪克没停，继续往下说，还顺手摸了摸克里斯身上的旧夹克。克里斯没有解释，直接给了迪克一个膝盖，精准有力，干净利落，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不是因为冲动，而是他早就知道有些话跟这种人讲不清楚。混乱之中，克雷文老师出现了，把所有涉事的人全部叫去留堂，包括那个站出来替克里斯说话的艾丽。人群散去后，艾丽走过来，她为那些传言道了一声歉，说那些人说话没脑子。克里斯说没关系，那些话也没有说错什么。艾丽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克里斯打开柜子，却在上面看到了那个之前被梅森砸碎的罐子。爱丽丝好奇地拧开，里面是一个骷髅造型的哨子。就在他拿着它的那一刻，耳边传来了极低的低语声，现在在鼓动他，把它放到嘴边吹下去。他刚要动，上课铃声响了。流堂的教室里，克里斯书包里的哨子掉了出来。迪克立刻向克雷文举报，说克里斯带着烟斗进校。克里斯解释这是从柜子里找到的。克雷文把哨子接过来，眼睛一亮，他断定这是早期玛雅风格的器物。铭文他自己辨认出2个字，一个是呼唤，另一个认不出来。让艾丽上网查了查，屏幕上跳出的结果只有2个字：亡灵。
克雷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哨子没收了，说这东西可能有重大历史价值，是从学校储物柜里拿出来的，不属于任何学生。作为补偿，他给了所有人一份新作业，6页论文。几个人拖着脚步走出教室，艾迪转身叫住大家，说晚上都去格雷斯家，名义上是完成那篇论文，实际上谁都知道那篇论文今晚不会有一个字。与此同时，克雷文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发现类似的器物在网上价值不菲，也准备把它放到网上卖掉。就在这时，耳边传来的低语，现在从哨子本身渗出来的，直接钻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再蛊惑他，把它放到嘴边吹下去。雷尔正准备上车，却发现杂志落在了教室。他返回去拿，正好看见克雷文出门离开。教室里只能哨子搁在桌上。雷尔拿起杂志，又看了一眼那个哨子，顺手把他也带走了。有件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命运精心设计的转折，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顺手，但那个顺手已经够了。克里斯在外面等着，一个男人从旁边走了过来。他自我介绍叫诺亚，圣马克教堂的青年牧师，笑容和善，说话慢条斯理，一副热心助人的模样。他问克里斯是否信教，问他需不需要认识一些朋友，说他的教会欢迎新来的年轻人，然后话锋一转，掏出一个东西递过来，说这是送新来者的见面礼。克里斯一眼认出那是什么。就在这时，雷尔冲了出来，诺亚没有慌，反手把雷尔制服，笑着说自己只是在帮助有需要的人，随时都在，让克里斯需要的时候来找他。等诺亚的背景消失，雷尔把他的底细告诉了克里斯。这个披着牧师外衣的男人长期向学校卖毒品，1年前有个孩子因为他的东西过量死掉了，但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依然每周站在讲台上布道，依然对每一个新来的年轻人递出那个笑容。克里斯听完一句话都没说，这种事儿他见太多了，有些人做的最坏的事却能用最体面的姿态继续活着，这不公平，但他从来就不是意外，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另一边，克雷文回到教室，发现哨子不见了。他把烟掐灭，来到走廊，想问问清洁工有没有见到哨子，却在走廊尽头看着站着一个人。克雷文警告对方赶紧离开。就在这时，清洁工从他身后突然出现，把他吓了一跳。一转头，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清洁工若无其事地说，会替他保守在教室抽烟的秘密。克雷文勉强笑了笑，转身回到了教室。然后他注意到了一件诡异的事，他没有抽烟，却呼出了烟。就在他愣神的瞬间，身后出现了一个人，满嘴鲜血，眼神空洞。下一秒，那双手插进了克雷文的肺部。克雷文在痛苦中慢慢变成了对方的样子，然后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雷尔和克里斯来到派对上，雷尔把哨子掏出，在人群里传着看。克里斯接过哨子，在手里点了点，然后用一种宣判的语气告诉所有人，今晚的节目是召唤亡灵。克里斯却不想玩这种无聊的游戏，起身就要离开。艾莉也起身要离开。就在这时，克里斯把哨子放到了嘴边，吹了下去。那一声哨声又短又响，带着一种刺穿耳膜的穿透力，所有人痛苦地捂住了耳朵。安静下来后，迪克煞有介事地侧耳倾听，说有什么东西要来了。所有人屏住呼吸，等着下一秒。然后迪克大笑，说自己在逗他们。气氛重新活络起来，一切都跟1分钟前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人知道，就在刚才那一声哨响之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标记了。他们以为这只是派对上的一个玩笑，却不知道这个玩笑将会逐一找上他们每一个人。聚会散了，克里斯和艾莉一起走出门，雷尔追出来，把艾莉的药扔了过来。艾莉接过药瓶，随口说了一句自己是糖尿病患者，这是他的备用胰岛素。这句话他说的漫不经心，但克里斯记住了，觉得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细节将来会救他们2个人的命。艾莉告别，开车离开了。夜里，克里斯发现窗外的树上有一个吊死的人，轮廓清晰，一动不动，就那样挂在黑暗里。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雷尔的声音打断了。他再回头，那个吊死的人已经不见了。与此同时，克里斯准备回房休息，却听见树林里传来异响。他以为是迪克在外面装神弄鬼，走过去查看，黑暗里什么都没有。就在他准备转身的瞬间，一只手从他看不见的地方轻轻贴上了他的脸。他惊恐地转过身，只有弟弟站在不远处。舒眼惺忪地说，母亲让他赶紧回房间。克里斯站在原地没有动。刚才那个触感不是弟弟，那只手的温度和活人的不一样，但他还是选择告诉自己是错觉，然后走进了屋子。第二天上午，佩林顿高中举行了一场临时全体集会，校长站在讲台上，神情郑重，告诉全体师生，克雷文老师在昨晚过世了，4期肺癌。校医说，以克雷文老师的病情，他能撑到前一天还在给学生上课布置论文，本身就是个奇迹。没有人觉得这哪里不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老师在某个普通的夜晚离开了，这是一件正常的事。然而台下的艾莉却注意到前排有个人身体在剧烈扭曲着，然后直勾勾地盯着他，那不是正常人该有的姿态。还没来得及反应，格雷斯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把他拉回了现实。艾莉低下头，把那个画面强行压了下去。格雷斯把哨子还给了克里斯，雷尔建议直接扔掉，
迪克认为拿去当铺换钱，克里斯说还给梅森的家人，这毕竟是梅森的。于是艾莉和克里斯驱车来到了梅森家。克里斯敲门，发现门是开着的，两人走进去打招呼。梅森的祖母雷默女士从楼上走下来，她说她在这栋房子里出生，也希望在这里死去，但银行已经宣判了这栋房子的命运，连这个愿望她也实现不了了。她停顿了一下，说也许她走运，今天就死掉也说不定。这句话她说得很平静。现在在讨论天气，一个与死亡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早就不怕他了，甚至开始盼着他。说着领着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死亡纪念物，骷髅面具、陪葬陶器、墨西哥的亡灵节摆件，各种古文明对于死亡的图解和象征。他指着满屋的藏品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与死亡相处的方式，有的在搏斗，有的在攻武。他走遍世界收集这些，不是出于猎奇，而是出于理解。一个人只有真正直视死亡，才理解活着意味着什么。雷默女士用一生做到了这件事，但那又怎样？死亡还是来了，还是带走了她最爱的人。克里斯拿出了那个哨子，觉得自己是在梅森柜子里找到的。雷默看见那个哨子，说了一句让整间屋子安静下来的话，不是你们找到了他，是他找到了你们，就让他找到了梅森，就让他找到了他自己，还有他的女儿。半辈子前，他在危地马拉一条小巷的黑市里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那一刻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什么，现在他知道是他找到了他。他带走了他的孙子，也带走了他的女儿，而且还会继续带走更多人。他告诉两人，那个哨子叫银桥卡，是从被掠夺的民族手里偷来的玛雅圣器。然后他纠正了克雷文的翻译，铭文不是召唤亡灵，是召唤你的死亡。雷默女士慢慢解释，每个人出生的那天，死亡也随之诞生。他从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找你，一定命中注定最后一息时的形态朝你走来。如果你活得90岁，他就要走90年才能找到你。如果你注定30岁离开，他只需要走30年。但如果你听见了印桥卡的哨声，他就不需要再等了。哨声像着一条捷径，帮他找到了你。无论你此刻离那个命中注定的终点还有多远，他都能把死亡直接拽到你面前。克里斯问那个死亡长什么样，雷默女士说像你，你死的时候会变成你最后一口气时的模样。这个设定的残忍之处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那个来取你性命的东西用的是你自己未来的脸。老妇人把哨子还给了克里斯，说这个东西从来不属于他，让他拿走。克里斯问如果不想死怎么办，雷默女士只说了一句话，那你就不应该出生。这句话不是残忍，而是诚实。死亡从来不是意外，它是出生的另一面。你接受了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签下了那份契约。没有人问过你愿不愿意，但你来了，所以你欠着。两个人走出那栋老房子，艾莉第一个开口说老人家吃了很多药，刚刚失去了家人。这些话不一定可信。克里斯说也许吧。然后他问了一句，那克雷文老师呢？他是不是也用过那个哨子？这个问题也在他心里很久了。昨晚还在流汤室里把哨子没收的人，今天就死了。艾莉没有否认这个可能性，说他在医院上班，克雷文的档案都在那里，也许能找到什么。两个人来到医院，艾莉突然想到了梅森，他死在淋浴间，官方说是煤气泄漏，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说不通。于是他先调出了梅森的尸检档案，烧伤太重，遗体只能靠牙科记录确认身份。然后艾莉在法医报告里找到了那一行字，骨骼结构显示死者骨龄接近50岁，和梅森死的时候只有17岁，两个数字摆在一起。雷默女士的话不需要再解释了，梅森命中注定45岁死于煤气事故，那才是他真正的命运节点。因为那声哨响，那个原本还要等他30年的死亡被直接拽走了当下。克里斯又找到了克雷文的档案，4期肺癌。肖玉说再活个10到15年不成问题，但他昨晚就死了，就在没收了那个哨子之后的当夜。同样的逻辑，同样的结果。雷默女士说的没错，她不挑人，谁碰了谁听见了就是谁的。两个人对视，那晚在格雷斯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那声哨响。时间不站在他们这边，他们需要在更坏的事发生之前找到其他人，想出解决办法。他们赶到丰收节的时候，节庆已经进行到最热闹的阶段。佩林顿的秋收节是全镇1年里最大的聚会，南瓜雕刻、稻草人、鬼屋，还有那条每年都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秋收甘草迷宫，灯光辉煌，人声嘈杂，大家穿着各种奇怪的万圣节服装在人群里穿行。克里斯独自走进了迷宫，走着走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向他打招呼。克里斯吓得转身就走，那个人却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克里斯和艾莉在人群里找到了雷尔，把关于印乔卡的一切告诉了他，关于那个哨子，关于他们所有人都身处的危险。雷尔一边听一边往迷宫的方向张望，说克里斯应该还在里面。迷宫深处，克里斯给迪克打去电话，声音已经开始发抖。
他说有个疯女人一直在追他，那个女人还一直叫他的名字，不是随机的，是专门冲着他来的。可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迪克笑着说，这本来就是恐怖迷宫，演员就是要追人的。电话那头的格雷斯沉默了1秒，恳求迪克快点来找他。话音未落，格雷斯走到了死胡同，那个女人再次出现。格雷斯抄起旁边的铁锹，用尽全力朝他砸下去，对方倒了，然后格雷斯也倒了，像是那一击同时击中了2个人。那个女人倒下又站起来，格雷斯拔腿就跑，爬进了一条管道里。女人追了上来，手指抠进了格雷斯的小腿，格雷斯痛苦的大叫。下一秒，那双手伸进了格雷斯的嘴里，格雷斯的半张脸在那一刻开始老去，皱纹从皮肤里往外爬，像时间被强行快进，几十年的衰老压缩进了几秒钟。他再次挣脱，拼命往迷宫中心爬。下一秒，那个女人从上方扑了下来，一口附上格雷斯的嘴。等迪克来到迷宫中心时，只看到了一具苍老的尸体，身上穿着格雷斯今晚出门时穿的那件衣服。事后，迪克死活不承认那就是格雷斯，他不认识那个人。 It was her. She was supposed to die of old age. What do you mean supposed? She's 18! Listen! Grace is the one who blew the whistle, but we were all with her at the pool. Ellie's right. We were all there. We all heard that sound. It summoned all of our deaths. And I feel it watching. I've seen it too. This morning in assembly, it was some kind of seizure. Nah, I'm out. Hey, none of us should be alone right now, Dean! Look!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or where Grace is. All this spooky shit started when she came to town. Are you kidding me? You dared her to blow that fucking whistle. You pushed her to do it. It's your fault she's dead! Hey! Dave! We get it. You had a little crush. But people like you don't ever stand a chance. Ralph. Ralph! Keep playing Scooby-Doo. I'm gonna go get Smash and wait till Grace gets home. 迪克喝得烂醉回到家，正准备打开灯，却看见身后出现一个支离破碎的身躯，浑身是血，朝他一步步走来。迪克吓得打开灯，对方就消失了。父亲听到动静过来询问怎么回事，迪克解释自己只是做了噩梦。父亲警告最好别在酒后驾车，不然迟早会死在这上面。迪克不耐烦地让他回去睡。这句话父亲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迪克也不知道敷衍过多少次了。但这一次父亲说的那句话和迪克身后黑暗里站着的那个东西指向的是同一种死法，只是迪克从来不把父亲的警告听进去，这一次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克里斯和艾莉把印钞卡翻了个遍，什么都没查到，只有一些新时代邪教和骗局，线索断了。艾莉说明天再去找雷默女士。沉默了一会儿，克里斯问了一句：“你见过死人吗？”这个问题不是突然起意，克里斯今晚死在迷宫里。克里斯站在那里，脑子里转的不是恐惧，是另一件更久远的事。艾莉说见过几次，在医院。克里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了那件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完整说过的事。1年前，他父亲发现了，连夜开车送他去医院。距离医院还不到1公里，一辆卡车从侧面撞了过来，父亲当场死亡，克里斯活了下来。然后他来到了这个镇子，带着几箱黑胶唱片，那些唱片是父亲的。他一张张听过去，不是因为怀念，是因为那是他和父亲之间唯一还没有断掉的东西，他不敢让它断。艾莉说他品味不错，克里斯继续说是他害死的父亲，这件事没有办法改变。他有时候会想，如果死的人是他就好了。But I wasn't. And you're here. 艾莉没有安慰他，没有说没关系，没有说不是你的错，他只是告诉爱丽丝你还活着，每个人都有问题，你只是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爱丽丝来这个镇子从来没想过会有人这样看他，以前的人要么同情他，要么评判他，艾莉两者都没有。他只是告诉克里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强了。克里斯第一次觉得自己不需要解释什么，也不需要道歉什么，别人看见这件事原来可以这么简单。与此同时，雷尔一个人待在外面，克里斯死了，他喜欢他很久了，从来没说出口，现在永远没有机会了。然后他看见了自己的死亡化身，死在钢厂的齿轮里。
那真的自己坚持的地方。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得想办法。第二天，克里斯3人来找雷默女士，护士提醒他们说老人家身体又差了些，让他们不要待太久。克里斯直接问因乔卡带走了他们的朋友，他到底想要什么？雷默女士说，奥尔梅克人用灵魂祭祀死亡之神，因乔卡收集灵魂已经收集了几千年，他不会因为你不想死就停下来。克里斯说他们还年轻不想死，他们需要找到办法阻止他。雷默女士说死亡一旦被召唤就不会停手，但她停顿了一下，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改变他的方向，用自己的血标记另一个人，把死亡转嫁给那个人，自己就能得救。这是个简单的公式，代价由别人来承担。克里斯立刻否决了这个选项。艾莉支持他的判断，这不是一条路，这是一种另外形式的谋杀。这时克里斯在镜子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浑身湿漉漉的，手臂还扎着一个针管。他愣在那里，那个画面和1年前的自己太像了。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自己最终还是回去了？他不敢往下想。雷默女士没有争论，她只是说死亡不是一道选择题，他一定会来，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但活着是你自己的事。话音未落，监护仪发出了一声长鸣，一条直线，雷默女士走了。走廊里，雷尔第一个开口，他说老人家已经把答案给他们了，现在只需要去做。艾莉说那个方法他不接受，让另一个人替自己去死，这条路他不走。雷尔急了，问他们现在怎么办？等死吗？没人说话。雷尔冷笑一声，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克里斯说出了他自己的死亡化身。他看见自己死于过量，针头扎进手臂，和1年前他选择的那条路如出一辙。他说他不想再复习，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也不想再伤害自己，就算死他也不想那样死。这句话说出来不是在博取同情，是他第一次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条曾经差点把他彻底拖垮的漩涡说清楚了。雷尔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大家都看到了自己的死法，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艾莉坚持只要他们团结在一起就会没事的。雷尔冷笑一声，转身要走，雷人还想阻拦。雷尔说自己需要时间想想，然后上了车离开了。克里斯看着他的车消失，意识到雷尔说的不是真的在想，他已经决定了，只是没有告诉他们那个人是谁。与此同时，迪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门把手突然被拧动，迪克以为是父母，叫了一声，没有人回应，然后门缝伸出一只血手，迪克猛地关上门，把柜子顶上去。走廊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拍着门问他怎么了，让他开门。迪克喊父亲快看，说外面有东西，问父亲有没有看见。父亲什么都没有看见，这就是因乔卡最残忍的地方，他只找你一个人，只有你能看见他，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而你身边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帮你。下一秒，迪克身后的柜子里伸出一只手，将他拎到空中，紧接着一声汽笛声，这是他命中注定的死法，酒驾车祸。因乔卡把那张原本发生在公路上的撞击直接搬进了他的房间。迪克的小腿在不该弯着的方向断开，另一条腿骨头穿出皮肉，右手被掰弯，左手从关节处被硬生生劈开，肋骨一根根从胸腔里撑破皮肤向外扩张，像一朵往外开的花，最后半个脑袋消失了。等父母冲破房门，迪克已经面目全非。与此同时，雷尔揣着枪找到了诺亚，他已经想好了，诺亚就是那个替他死的人，一个靠毒品害死过孩子的人，用他来换。雷尔觉得这笔账算得过去。就在这时，钟声响起，趁他走神，诺亚快速打丢了雷尔的枪，将他放倒在地，接力枪指向他。雷尔却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这样死的。他在浴室里看见过，是齿轮，是钢铁厂，不是一把枪。这个认知给了他一种奇异的镇定。死亡的方式已经确定，在那之前他什么都不怕。他步步紧逼，诺亚扣动扳机，枪却卡壳了。雷尔用托盘将他打晕，拉着他来到了钢铁厂。厂房里，雷尔用刀划破掌心，他感觉到了那个东西在靠近，就在这间厂房某个看不见的角落，一步一步朝他走来。他低头看着掌心的血，准备在诺亚身上完成那个标记。就在这时，克里斯和艾莉冲了进来。克里斯喊不能这样做，不管那个人做过什么都不能这样做。雷尔说这不公平，一个靠卖毒品害死过孩子的人凭什么活着？而克里斯死了，大家也要死，他们有什么错？克里斯还想说什么，被雷尔拿着枪逼着后退，绕着走向诺亚。诺亚彻底懵了，一遍遍的道歉。就在雷尔的血触碰诺亚的一瞬间，克里斯再次哀求他不要这样做。雷尔停住了，他心里清楚，用一个人的命换自己的命，不管那个人做过什么，这件事良心上过不去。他放下了手，然后绝望地说了一句：“反正每个人都得死一次。”这句话他说得很随意，像是放弃之后的自言自语。但克里斯愣住了，他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死一次，然后被救回来。死亡以为完成了任务就会离开，就了这个办法。就在这时，雷尔的脸色变了，他来了。下一秒，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从黑暗里扯住了他，朝着那台运转的齿轮拖去。克里斯和艾莉同着冲上去，但已经晚了。雷尔的手在空中变成血肉，
整条胳膊跟着消失，最后半个身体都没了。厂房里只能机器的轰鸣声。雷尔给了他们答案，然后用自己的命把最后那扇门关上了。克里斯跪在地上，艾迪拉住他，时间不多了，他们还活着，这件事还没有结束。雷人立刻决定试着假死计划。克里斯拿出艾迪的胰岛素，过量注射进体内，足够触发心脏骤停。心脏停了之后，注射胰高血糖素，防止血糖崩溃，再用除颤仪重启心脏。这个方案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一个人先死，另一个人独自完成全部救援，然后再换过来。两个人都必须经历一次，顺序不能乱。厂房里那个地狱声已经越来越近，克里斯感觉到了，艾迪也感觉到了。两个人把所有东西摆在地上，胰岛素、胰高血糖素、除颤仪。艾迪把整个流程再确诊了一遍后，爱丽丝说她想给艾迪注射，艾迪拒绝了，他都必须先确保克里斯活着，然后针头扎进去了。就在这一刻，克里斯看见了那个画面，他之前在镜子里见过的那个自己，浑身湿透，手臂上扎了针管，就在现在，就在这里。但这根针和那根不一样，那根是他最深的恐惧，这根是他主动做出的选择。艾迪说了声对不起，将他安进了冰水里。等克里斯没了心跳之后，艾迪将他抱出来，用除颤仪对克里斯进行复苏。克里斯睁开眼，他感觉自己在往上浮，但死亡化身抓住了他往下拽，光在上面，死亡在下面，两股力量同时扯着他。充电间隙，艾迪俯身做心脏按压，一下一下。就在这时，他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他自己的死亡化身出现了，就站在他身后向他走来。艾迪没有逃跑，继续做心脏按压，他不能停。克里斯还没有回来，克里斯被死亡化身拽住，拖向更深的黑暗。除颤仪还在充电，艾迪只能用心脏按压撑着，但那远远不够。这时诺亚从昏迷中醒来，他挣脱束缚，拿着枪来到厂房，愤怒的要报复几人。他撬开门，质问这是什么撒旦之术，然后一枪打了过去。艾迪受伤，除颤仪也打坏了。艾迪顾不上伤口和身后的死亡化身，他一遍遍呼叫克里斯的名字。水下的克里斯听见了，那个声音穿过死亡往下坠的力量，穿过黑暗传了进来。他挣脱死亡化身的手，朝着光往上游。当他睁开眼，看见艾迪躺在地上抽搐不止，死亡化身就站在他旁边等着他。这时诺亚持枪爬了进来。It's like I told you. God's got a job for everyone. I'm just trying to help those in need. You're beyond redemption. Whereas I am washed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Yeah. Bod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preserve your soul into life everlasting. Amen. Hey. Fuck. 诺亚抬起头，他的死亡化身出现了，就站在他面前。诺亚吓得扣动扳机，朝着死亡化身开枪，枪响了，然后他自己也中弹了。他以为自己在向外开枪，但那颗子弹打进了他自己的身体。地上的哨子碎成了几片，克里斯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因乔卡从未真正结束过，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等着下一个人。3个月连2周之后，克里斯开始数日子，不是因为有人要求他，是因为他第一次觉得每一天都值得被记住。他和艾莉的关系不需要解释，经历了那些之后，有些事情自然就清楚了。他听父亲的唱片，从前的不敢听变成了我喜欢听，这是他这个人最大的转变。最后他说，他以为死亡是敌人，但现在他觉得正是因为有死亡，此刻才有重量。但因乔卡从未停止，新来的转校生阿莎在柜子里发现了那个罐子。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校长在台上宣布，一名刚转学来的大一新生阿莎·尼尔森将为大家演奏学校校歌。台上的阿莎把小提琴放了下去，然后拿起了那个哨子。台下克里斯和艾莉同时喊停下，但已经晚了。哨声穿透了整个礼堂，台下数百名学生和老师全部听见了。上一次是一群人在格里斯家的派对上，这一次是整整一个学校。因乔卡从不嫌多，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已经被标记了。这个故事从一声哨响开始，现在又一声哨响落下了，觉得这一次死亡要走的路更长了。